嗨 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甜。最近蛙妹发现，今年有3部言情剧上了豆瓣7分，东宫虽然中间魔改魔减，但依旧保持在7分以上，其他几部在及格线左右。比如招摇从原来的5.6升到了6.5。市面上拍的好的小言剧挺少的，于是蛙妹决定结合最近的热播剧和之前的小言翻拍剧，为大家严肃分析如何拍出一部完美的国产言情剧。蛙妹课堂开课啦，各位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都来看看哈。第一，剧本方面，不要把玛丽苏写成智障。现在爱情剧90%都是小说、游戏、漫画改编 ，but 很多人对网络文学都有一种天然的歧视，比如《晨光游戏逆袭之星途闪耀》被改编成了电视剧，女主苏晨由宋轶饰演，男主段承轩由推歌饰演。哇哦，好期待！王妹到现在还在追散人的解说。这个游戏最大的看点就是攻略3个帅哥，如果按照原游戏来拍，就是小白花升级打怪，终成影后，收获真爱的爽文电视剧，就是娱乐圈版《延禧攻略》呀！手握强大的 IP 和演技颜值均在线的2主演，还有红色导演杨磊的指导，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该编剧鄙视了网络上的低龄粉丝和写作规律，还鄙视 YY 游戏和网络爽文，表示一路发糖或者一路助攻不符合我的职业操守。让我们来看看他改编出来的作品。原作的傲娇霸道总裁变成了一个卖肉狂魔，原作自立自强的小明星变成了只会哭的白莲花，无理取闹的要求陌生人开车送他。哇哦，真不愧是写戏剧的呢！因此，这位坚持职业操守的编剧改编出来的作品的豆瓣评分是。说真的，你写的还不如你鄙视的游戏呢。对这种有着强烈优越感的编剧，我只想说。小说、游戏等大 IP 改编成电视剧，最重要的是理解原作的精髓，为什么它会成功，它受欢迎的点是什么。比如玛丽苏就是一堆男人都爱我，它的重点就是苏，拍得好少女心喷喷喷，拍得不好天雷滚滚。如何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如何把玛丽苏改成相对合理的玛丽苏，是编剧导演的主要任务。然而很多制作方都是一边鄙视网文，一边把观众当作傻子，不认真思考为什么观众喜欢玛丽苏，而是粗暴地认为玛丽苏等于雷剧。所以目前很多偶像剧连最基本的爱情戏都没有拍好。最经典的失败案例是《甜蜜暴击》，改编自韩国漫画《狂野少女》，电视剧拍成什么样子？爱情戏 boring。鹿晗和关晓彤这对真情侣都没有什么火花和 CP 感，大学生上课居然还在学追击问题等诸多智障桥段。没错，企图复制一起来看流星雨的雷剧模式，为了雷而雷，从而制造话题和热度。我们来看看比较正确的玛丽苏改编，奈何 BOSS 要娶我。原著小说豪门有戏，私宠甜心宝贝，我的妈！小说后面直接变科幻，还有人体实验。为了女主，男主更是打爆了反派的飞机，最后反派死了还穿越了。如果真按原著拍100%雷剧。这里我要表扬下奈何 BOSS 的编剧，删掉了脑洞大开的部分，保留了甜宠的部分。最重要的是，编剧他居然尊重观众的智商。奈何 BOSS 的女主，你看她看见老公和小妹出去，居然没有误会老公出轨。你看她被绑架的时候，居然还在想办法怎么逃出去。你看她为了拿到带有 GPS 的耳钉，先假意提出要手表，被拒绝后顺理成章的说要耳钉。她先提出一个高要求，然后再提出一个低一点的要求，对方很容易接受那个低的要求。她居然用了心理学的贝勒定律！天哪，作为一个玛丽苏女主，她居然有智商！这才是观众想要看到的玛丽苏剧，爱情戏甜，情节也尊重观众的智商。第二，人物塑造方面要有与时俱进的女性思想，时代在进步，价值观也要跟上，女性思想也在逐步上升，特别是对女性的刻画，女主角不应该只是一个背景板，或者只是男主角们争夺的木偶。我国的爱情剧大部分停留在性骚扰，外国已经开始讨论青春、成长和平权。所幸今年言情剧的女主角比较给力，奈何 BOSS 的女主不仅有智商，3观也很正，男主设计了女主骗婚，这种放
限时分分钟上法制节目。电视剧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，女主非常直接的指出了她的不是。男主的奶奶更是教育男主爱是包容、平等和尊重。男主也开始学会尊重女主角。东宫的小枫是黑暗东宫的那一抹红色。原来无忧无虑的小公主长大了，为了两国和平自刎身亡，最后成了无人问津的坟头草。招摇女主的中二女魔头的设定也让人眼前一亮。第三，选角方面要苏感十足的男性角色。国产言情剧大体面向女性观众，因此围绕在女主身边的男性角色至关重要。校园剧只要你选对了男主演，你就成功了一半。那要选什么样的男演员呢？当然是帅呀！不要笑，脸真的很重要。9% 就人当红男团爱上你，是不是很酥？但如果颜值降级，就会变成甜心软糖。淘气。霸道总裁爱上我，哇哦，好酥！但如果颜值稍微抱歉一点，就会变成芒少爷的小女仆。当然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只看脸的肤浅的颜狗呢？我们是有内涵的颜狗。在小言剧里，很多男演员在表演的时候都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，他们认为只要耍个帅、装个酷、卖个肉，就会迷倒台下的观众。这里我就不放谁的素材出来了，朋友们，请用弹幕打出你们心目中的名单。平心而论，这些男明星们的颜值是很高，但是没有粉丝滤镜的观众是 get 不到的。因为在言情剧里，男主角帅是远远不够的，普通观众想看的是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深情，就是让观众感觉到这个男主角，哎呦，真是爱惨了这个女主角。深情一点，主要是眼神，歘，妖猫火花，不要糊弄事情啊！可以是不自觉的宠溺一笑，可以是眼波流转的暧昧，可以是撕下女主结婚照默默放入口袋的爱而不得，再来个神仙哭泣，黑化一下更是带感，嘴带点血就更好了。少女们分分钟哭着喊着入坑。事实证明，苏感就是有演技加成的帅。第四，拍摄制作用点心，像小女花不弃招摇，男女主的 CP 感也够，演技也挺给力，但为什么豆瓣评分不高呢？因为制作太粗糙啦，比如招摇5毛的特效，群众的尬演，可以去死的动作指导。经常下线的后期老师，如果不是为了每集几分钟的主角限定，我是真的很想弃剧。我非常理解剧组没钱，经费紧张，但是大部分制作方都是一副哎呀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来看男女主甜甜的戏份的，所以除了主角的感情戏，其他我就敷衍一下好了，反正我也没啥钱，就这样子吧，反正你们也会哭着喊着追下去的，破罐子破摔的无耻态度，你们清醒一点。电视剧的质感很重要，观众的口味早就被制作精良的日美韩剧养刁了，你觉得他们还会来看粗制滥造的国产剧吗？真的，我们不求你做的有多好，但求你用点心，有的放矢。有钱的话，像东宫一样实景拍摄，努力为男女主营造唯美的氛围；没钱的话，像奈何 BOSS 一样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努力营造总裁有钱的氛围。说真的，国产言情剧的粉丝都挺惨的，经常想要安利给别人，别人一看，哦，国产剧不看，或者是他们试着看了开头，立马就被这特效、这布景劝退，并嘲笑你看的都是什么玛丽苏雷剧啊？好不容易卖出了安利，结果后面注水烂尾，你不小心拉了小伙伴陪你一起被动吃屎，你说惨不惨？国内观众真的是很宽容的，基本男女主养眼一点，演技给力一点，稍微拍的好一点，稍微有那么点闪光点，粉丝都愿意到处卖安利。完美经常收到很多私信求我安利某部国产剧，从字里行间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这部剧的热爱。国产言情剧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啊，要对得起粉丝们的热爱呀。完美想看到更多更好的国产言情剧，让我们这些剧粉吹彩虹屁的时候能够挺起胸脯，自豪的安利自己喜欢的剧。好了，今天完美就讲到这里，你们对国产言情剧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，推荐收藏点个赞，微博关注哇哇哇妹，完美在这里等你哦。